库，它是一座古建筑群，建于清代道光元年1821年开始建。它是一座古建筑群，建于清代道光元年1821年开始建，建了48年，离现在将近200年的历史。它是由上面的3兄弟筹资兴建，建给总共9个堂兄弟所居住的。我们看到呢，中间这一位就是老大陈玉彩，湖广总督从一品；这一位是老二陈焕彩，江苏巡抚；老三陈毛彩，安徽巡抚。这2位是亲兄弟，老三是堂兄弟。3兄弟功成名就之后，就像所有封建士大夫一样，就有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心愿，所以回到自己的家乡，筹资兴建汪山土库，光宗耀祖，光耀门楣。取名汪山土库，是因为这里的地名是叫汪山村、汪山岗，土库是建筑风格的称呼。鄱阳湖这边把墙里面灌了土的大房屋，它就称之为土库，一般是属于财主官宦之家所居住的一个府邸。我们想到的南昌，很可能很多人会想起了1927年8月1号的南昌发动的南昌起义。但是现在我们不是要讲国共两党啊，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能办年来名流辈出，汪山土库这里收宅藏着什么样的传家密码呢？在鄱阳湖畔，在如诗如画的南昌近郊，一个古老的建筑。淡真卡来对啊，居住在汪山土库的人家并不姓汪，而姓陈。为何叫做汪山土库呢？原来在赣语地区，江西简称赣啊，千万不要想歪了啊。所以呢，江西我们称为赣。赣语地区都把大型的青砖瓦房称为叫做什么土库啊。再加上呢，地处汪山岗这座大宅院变出名了，所以他们家有瓦房，青砖瓦房，我们把它叫土库。按你了解好，这里的山岗叫做汪山，所以的后边这个山叫做汪山下卡的厝，汪山土库。这陈家大院就这样子得名了啊，不是尔东城呢，是另外一个城呢，禾字旁的城啊。那清嘉庆以来，在这200年间的名流辈出，共走出了7位进士，21位举人。大归也大大小小的官员啊，出政治的啦啊，搞政治的啊，特别是清道光年间呢，出现了3个兄弟，3个姓陈的兄弟呢，为地方的督府，盛况人称一门3督府。所以200年间，这里就藏着神秘的密码。这个密码是什么？凡是来这边的做搞堂车，有没有？就像我常常看到来台湾人游世界的，这个男女主角们啊。哇塞，家境显赫啊！总使没有家境显赫啦，也是书香宅地啊。什么意思呢？家里面会念书的一堆，总使没有会念书的，也没有那也是什么好人一枚，对不对？所以这很特别啊。什么样的节目吸引什么样子的人来参加，对吧？那翻开史料，陈氏家族原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小家庭呢，那他们是怎么从乡间崛起的呢？又有怎么不同凡响的自家良方呢？沿着这个历史的轨迹，我们走进了汪山土库。更棒的是，你来一趟吧，你来一趟，你就可以知道江西，哇塞，竟然这么美，它的文化竟然这么深，感悟陈氏家族的家风。在这儿，
亚太公家出了一门三督府。很简单呐、就等于是你们家有3个做市长的一样啦啊，就像什么布希啊，老布希跟小布希一样啊，就是一家都是很厉害的啊。在这陈家族呢，陈玉禄啊，原本是十分的朴实、乐善好施。他看见附近的一户穷人家一整天呢没有烧火做饭，他就呢琢磨了这户人家，以为他断了粮啊，便假意到他家的灶前啊去点火，在灶口通通放了一些粮食、鸭蛋。让他度过了饥荒啊！平时呢，有逃荒者讨饭吃，也有遇天灾人祸，他都呢尽量的布施。当地的穷人呢，每一个人呢都很称颂他，尊称他叫做什么亚太公啊？那为什么叫他亚太公呢？啊，很简单啊，这个种田养鸭，不是养田种鸭。那亚太公呢，虽然呢家里面很淳朴啊，但是呢他也不忘子女的教育。乾隆年间，他让自己的儿子陈启恒开始读书，没有考取功名；2个孙子呢也读了几年的书，也没有考取功名。但是他不气馁，请到最好的师叔来教学。所以到了当地颇有名望的这个先生呢，陈聘也、熊抱文来到这边呢来教册读书啊。皇天不负苦心人啊，在18世纪的前后，他的儿子啊，就在梁氏的教育之下呢，相继的高中的进士啊，创造了汪氏、陈氏一门三督府的佳话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大陆的连续剧，叫做《乔家大院》啊。那乔家大院在山西。不是江西哦，山西，它是山西的清代民宅。在山西，几乎去到那的人呢，都会去这个乔家大院。但对于身在南昌的人来说，如果你要见识到像山西的乔家大院，那我们就必须瞧瞧江西在南昌的有乔家大院之称的汪山土库啊。江南的园林建筑。赣派的建筑、清朝宫廷建筑组合而成，规模浩大，气势非常的雄伟，有江南小朝廷之称，也代表这是什么大户人家啊。在这儿，南方罕见的古宅，很遗憾的是，知名度没有很高啊。中国大陆有太多有名的地方，知名度都不高。就算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非常高。但是呢，在台湾也不见得高，有很多的古宅，有很多的历史，其实为人津津乐道，好看、好听、好玩的不得了。但有时候没有办法，因为少了一个推波助澜的关系，看台湾人游世界，我要专推这种能见度不高，但是呢，最值得一游的地方啊，看历史、看古迹、看风景、看神话故事。anyway 都可以哦，看你要看什么物件，拢会使让你得到哦。但讲真济游客来讲嘛，无介济，所以呢，以后咱要开始行一个有文化的中国大陆的旅游啊，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落寞的江南小朝廷，好吧？啊，来到这儿，汪山土库啊，这个江南小朝廷之称呢。一门三督府的陈家三兄弟所建，几乎围绕着这个陈家三兄弟。内部保留的每一处物件、每个照片，都记录了陈氏家族的历史以及它的辉煌。如今，在世界多个国家也有陈氏家族后裔的身影。我们这一趟用了2个梯次来到了江西，江西竟然这么美，真的，江西很值得一游哦。不管是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大陆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啊。看我们的节目你就可以了解到还有很多值得你去探究的地方。这儿。汪山土库整个建筑占地108亩，有1443个房间。拜托，现在我们在台北流行的是3房2厅那1443个房间是谁给谁住啊？这个凶悍哦！那不要多，以前朝代就是这样啊。那包含了天井500多个，25栋台梁穿斗式的建筑，青砖大瓦房。
在江西啊这个地方的青砖大瓦房就叫做土库啊。身在这里面呢，好像走迷宫啊，你很难想象，对不对？哦，很难想象。哎呀，你看这不是我们的那个主角啊，这是当地的吧啊？如果是我们的客人呢，那就是哇，真厉害啊！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啊。在这个地方呢，你能想象以前的人家里面就要盖这么大，盖到好像回到家里面还要走迷宫一样啊。建筑的整体、土库的每一处细节都有独到的地方啊。比如回声巷啊，出大街在这回声巷干嘛凶悍啊？每2栋房之间呢隔着一条巷子，不想再讲了。除了富裕还是富裕啊，这是很有名的地方。现在一转弯，我们来到了东林市。看到这儿，东林市佛教的人啊，看到这就知道菩萨啦嘛啊，在罗山中国佛教净土中发祥地啊。东晋名僧慧远在西元386年所创建，庐山历史悠久的寺庙之一，汉唐时候成为中国的佛教8大道场之一。那唐代的高僧呢，都在这个地方修行过，将东林教义带到了日本。说起了东林，东林是啥？东林是什么？东林是我们先讲讲庐山历史最悠久的庙就是现在你看到的东林寺啦啊。那汉唐时候呢，中国佛教的8大道场之一也在东林寺。而那个时候唐朝也是佛教最旺盛的时候呢，佛教它传到了哪边？到了日本，所以东林教义就被带去了日本。至今日本的东林教仍然以当时汉唐时期在庐山创教的东林教慧远为始祖东林教义在日本，东林教以慧远为始祖，在西元300多年就已经开始了以庐山为主。庐山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有一点清静，有没有？很修身养性那当时慧远法师呢，往这个广东罗浮山潜修，途经来到了江西，见到庐山清净可以修身养性，留住龙泉精舍，移居了西林。来到这儿那在这儿呢，当然呢，他就潜心求佛甚至呢，当时的慧远以禅经不够，还派遣了弟子法进、法领去西域求法。西域就跟唐三藏去西域求经一样取回不少这个梵文书籍经典回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你说呢，他是不是一个开创教义的人呢？当然是了，尤其是他的历史非常的久远西元300多年到现在，哇，千几档的历史的庙要去吹所以干嘛庙是甲道
观啊，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历史啊，吸引人啊，非常吸引人啊。我喜欢看中国的历史啊，因为动辄超过1000年啊，很棒啊。你知道有时候景色优美，优美在哪啊？景色有时候棒，棒在哪？棒在那一股丝丝悠悠的情怀啊，很沉静，很与世无争啊。有时候大山大海虽然很震撼人心哦，但是有时候一点点的清幽啊，没有商业化的气息，也可以为人带来那么美的感觉。很厉害啊！这如果在现代已经是变成是什么？是卖矿泉水专家哈？为什么？到处中国第一拳，天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那是谁来给他评定呢？哈，还有专门的监事委员会吗？还是水委会？水委会啊，没有啊。天下第一到第6拳，基本上以陆羽评题的是很主要的，在这儿。天下第6拳就是陆羽来这品题下来的啊，所以啊，陆羽很有名啊，点拳为金啊，那点到了就是最好泡茶的地方了。江西风景无限好，九江观音庐山观音桥景区啊，观音桥建在北宋年间，这个桥呢长约20米，宽约4米。单孔桥横跨于大汉阳峰跟五老峰之间的山上的这个水上面啊，一个底下是河水啊，很特别。当然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啊，是中国最古老的10拱桥之一，原名叫做七贤桥。观音桥，北宋年间所构成的花岗岩105块所把它砌成的，这个造型呢很特别。重点是什么？重点是1000年历史啊，有没有？105地的花岗岩给空起来，安尼卡榫安尼卡上去，坚固，跟1000多年前是一样的。它被誉为中国南方桥梁建筑史上的重要的一座桥啊。在这上面，桥的东边就有我们刚刚讲的天下第6泉的昭隐泉，听说呢色清味甘，拿来泡茶是非常好的啊。那当然现在是不是？当然也是啊，因为山上的泉水总是比较好啊，比较没有经过污染啊。观音桥被庐山纪游中誉为2绝之一啊，那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面还有这个蒋介石跟宋美龄手指的夫妻树，跟庐山的5大丛林之一七贤寺等人文胜迹啊，所以呢具有历史的意义啊。现在我们离开了观音桥的景区，我们前往下一个地方——博物馆。讲起了江西，讲起了景德镇，讲起了景德镇，来看看陶瓷博物馆。景德镇的历史非常的悠久，文化非常的璀璨，雄踞长江之南，素有江南雄镇、湖北汉口、河南朱仙镇这4大名镇啊。那这是当然中国喜欢这样啊，什么天下第几泉，什么4大名镇。什么大院啊，但也因为这些地方都带有历史文物了啊。景德镇的历史非常的久，它可以说是闻名全世界的一个地方，因为呢，它出产出来的陶瓷啦，闻名全世界。在以前的欧洲，你知道吗？如果你拥有了中国陶瓷啊，哇塞，告诉你，你的帝王之相啊，非富即贵啊。千年瓷都景德镇，中国4大名镇之一啊。建成已经有1700多年了，用烧陶瓷器而得名。今时今日的景德镇呢，
已经是山明水秀的工业城市了，宜丰啊。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得到很多的瓷器工厂，高耸的10楼牌坊，中国古典的园林，各式各样。你要说它是商业化的城市也好，但是如果你不谈现在它被商业化，你把它打回到1000年以前，景德镇浓郁的陶瓷文化深深地吸引了很多的人。这些瓷器超级的美，非常的震撼。你看我们婉婷拍得多棒啊！这个中国陶瓷博物馆非常的厉害啊！人来人往的商店街里，慕名而来的各国旅人，这里由古至今都是这么的吸引人，独具特色的文化重镇。我们不看它的商业，所以我们走进来中国陶瓷博物馆，来看看烧陶文化景德镇，它的瓷器绝对震撼以及闻名世界，被称为世界的瓷都。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如此。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博物馆，在这儿有很多大型的一流的陶瓷专题的艺术博物馆，在这不只是一个啊，但是最主要都在中国的陶瓷博物馆来展览啊。位于长江之南的江南雄镇，北宋景德年间专门烧制御用是什么？皇家用的啦，瓷器而得名啊。所以我刚前面才讲啊，它就跟广东佛山、湖北汉口、河南朱仙镇啊，称为4大镇，1000年不断的窑火，创造出辉煌璀璨的陶瓷文化。大型的一流的陶瓷的，你喜欢瓷器吗？我个人是很喜欢啊，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啊。那在这儿展览的各式各样的陶瓷，中国陶瓷博物馆扩建完成之前呢，它叫做景德镇的陶瓷老馆啊，陶瓷馆老馆啊，成立在1954年啊，后期当然改建上来了啊，由这个同济大学建筑设计，把它变成了更具主体性的陶瓷博物馆啊。在这儿可以看得到哈，整个外面其实它的博物馆，它的外观才是一大的特色啊。这个陶瓷博物馆外面呢，就好像一双大手拉胚成型啊，真有设计感啊！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外观建筑的设计，一个国家的人文精神、艺术文化，我告诉你啊，这很难取代的哦。你这个国家啊，再先进，高楼大厦盖得再先进，都不会有你1000年文化来的吸引人啊。所以你看中国吸引这么多观光客，历史它还悠久的5000年的文化哈。你随便看了一个地方呢，那40-50年，哪那么40-50年呢？随便来个的100年、1000年的，青青菜菜弄无，也就是这样啊。它这个占有地利之便啊，好赚钱嘛啊，卖历史、卖风景、卖文化，就足以让它赚了很多的外汇啊。中国陶瓷博物馆占总面积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有3.2万平方米，够大吧？展厅也非常的精彩，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陶瓷文化。你好，要来这先看一下江西。江西这个所在，境内上大的河流为长江的支流，叫做赣江，我们把它简称叫做赣。自南向北纵贯全境，注入中国目前第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省会是我们刚刚去过的南昌，自古以来就是文章结义之邦啊。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到这一个省名，江南西道，所以把它叫做江西，意思就是江南的西部地区。而赣江流经江西，所以又简称赣。由于赣江跟鄱阳湖，江西也称为赣鄱大地。从长江以北往南看，从江西在江南的右部，哇，有看到吧？江右、江东、江左，江西在历史的文献当中被称为江右，与江东、江左相对应。从夏朝商周时期呢，江西就属于古代的长江文明了。那从那个时代就开始了，你就知道江西是多么古老的一个地方了。它美丽的风景太棒了，它的庐山，还有呢，它呢
还有其他的鄱阳湖、武夷山脉的黄冈山、九岭山，太多了，太美了，太多不一样的风景、历史文物可以来去看它。现在我们来到了江西这个地方，叫做清华彩虹桥，在婺源。彩虹桥在婺源的清华镇，它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廊桥，建于1137年。1137年约莫是大概南宋的时间吧，规模最大，全长有140米，保存的最完整，设计最科学的一座廊桥啊。廊桥就是有盖子的桥，这样讲比较快啊。被众多的媒体誉为了叫做中国最美的廊桥。有没有看到前面我们就准备走啦？这个就是廊桥啦啊。婺源也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镇之一啊。江西的婺源县啊，很漂亮啊。虽然今天我们阴雨绵绵，但你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啊？在一些江南啊、江西啊，中国的那种古老的城镇啊，明清时期啊的那种古镇啊，有时候下小雨啊，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你觉不觉得啊？很美啊！我讲真的，就那下雨有时候走路很讨厌哦，但是如果它烟雨蒙蒙的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是另外一番美景啊。婺源上千年隶属于古徽州，也是属于徽派建筑的其中一种哦。它的文化、建筑、民俗，还有它的菜系啊，都属于徽州的范畴。婺源的任何的村落、山水、田园，难以代表自己的特点，因为拢水。江西但以前的团汇算是真悬的，这几年来靠着这个两岸三通直飞，真侪飞行机飞来飞去，而且今嘛中国大陆真侪当地旅行社一定知影安怎，知影推广伊家己的文化，所以呢，慢慢的真侪所在会形成伊的 course， 也介绍的慢慢的下修了来啊。彩虹桥在整个徽州乃至于中国仅此一桥，它是徽州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成为婺源的象征，也是婺源标志性的建筑。你看看这个桥，你可能觉得哎呀，不就是一座桥？但是呢，如果你了解，从前面你看看，哎呀，这里写什么？藤霞彩吗？不知道是不是啦？远远你看到多淳朴啊，多淳朴啊，在河边洗衣服。不过洗菜比较淳朴了哈，洗衣服有时候会有洗洁剂哈。你看下雨天也在湖边呢，在河边洗菜啊，那种感觉有没有？跟商业化的城市是不是差很多啊？看完了上一个桥，下来这个村小启村，这个跟我的名字怎么那么接近啊？分为上小启跟下小启。上小启以进士第、大夫第、荣禄第、江氏祠堂为主，下小启以水绕城郭的田园风景为主。其实来到婺源这个地方呢，看的就是它最原始、最天然。你看前面在洗菜，这里呢在洗拖把，有没有啊？刚刚那个，哇塞，这吃起来会不会有海带的味道啊？那在这儿我们来看看呢。其实来到婺源呢，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婺源的建筑。我们先来聊聊婺源这个地方啊，小启村我们先不谈它哈，我们现在谈婺源。婺源县位于江西的东北部，是徽州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哦。有没有看到前面的建筑啊？荧幕上的建筑，这就是古徽州的文化建筑之一，徽派建筑。徽派建筑很厉害的哦。现在呢，我告诉你，一栋徽派建筑不得了了哈，那个已经很难用价钱来形容它了哈。以前徽派建筑谁理它？
现在的徽派建筑不得了了，世界遗产啊哈！拥有徽派建筑，以前呢很多老房啊，很多人买走啊，现在还得了啊？这些呢都已经是非常具有价值的了。所以你知道吗？来婺源、江西看徽派建筑历史文物，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徽州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东西部分分别为2座国家历史文化啊。景德镇就在旁边而已啊。还有江南第一仙山叫三清山也在这儿啊。婺源素有书香、茶香之称，被全世界各地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哦。